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Van Tharp 的通向财务自由之路。Van Tharp 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是享誉全球的专业交易教练。他创立了萨普学院，在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专门为华尔街的顶级对冲基金经理和交易员提供心理素质训练以及交易系统构建的咨询服务。这本书并没有提供任何预测市场涨跌的财富秘籍，而是像一位严谨的工业工程师一样，粉碎了大众对高胜率和最佳入场信号的盲目迷信。全书利用客观的数学期望模型和行为金融学规律，证明了决定长期财富积累的核心变量其实是期望收益与头寸规模。它帮助我们把复杂的交易动作标准化，在无序的市场噪音中建立起一套由自己掌控的概率生存系统。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从直面那个困住无数人的认知盲区开始，踏上通往财务自由的旅程。在进入交易市场时，人类的生物本能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那就是每一次操作都渴望做对。这种心理在金融交易中表现为对胜率迷信 （winning percentage illusion） 的执着。许多投资者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资金去购买各种分析软件，学习复杂的指标组合，唯一的目标就是提高自己的买入准确率。在日常生活中，90%的正确率通常意味着卓越的表现，但在金融投资的概率游戏里，孤立地追求高胜率往往隐藏着让人走向本金归零的巨大安全隐患。要看清这个盲区，我们需要引入全书的核心概念之一——盈亏比 （Risk-Reward Ratio）。它指的是单笔交易的平均盈利金额与平均亏损金额的比值。如果一个投资者的选股准确率高达 90%， 他在100次交易中猜对了90次，每一次都能稳定赚取1000元。这种表现会让他产生一种虚假的掌控感，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市场的财富密码。然而，如果他缺乏严格的止损保护，在剩下的10次看错的交易中，由于死扛头寸或者逆势加仓，导致平均每一次亏损高达15000元。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计算来推演这个账户的最终结局。90次正确的交易为他带来了9万元的账面收入，而那10次看错的交易却无情地夺走了15万元的本金。在扣除各项交易费用之前，这个准确率高达 90% 的系统，最终的结果是净亏损6万元。这就是经典的破产陷阱 The Bankruptcy Trap。 在金融市场中，诸如卖出无担保须知期权或者采用马丁格尔背投策略的交易者，往往能在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里表现出近乎稳定的胜率曲线，每天都在赚取微薄的利润，直到市场发生一次偏离常态的剧烈波动，一次单笔的灾难性亏损就会瞬间吞噬掉之前积累的所有利润，甚至导致账户爆仓。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形成了规避认错的本能，承认自己看错会引发大脑生理上的痛苦感。这种本能促使散户在买入股票套牢后，选择关闭账户不看，或者安慰自己只要不卖就不算真正亏损。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在用未来的无限风险来换取当下不需要面对失败的心理安慰。高胜率策略之所以在市场上大有销路，正是因为它迎合了人性的这一弱点。但如果想在投资中长期生存，必须打破这种对准确率的病态依恋。你需要明白，决定一个投资账户寿命的，从来不是你高频做对的次数，而是在你做对时赚了多少，以及在你看错时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打破了高胜率的迷信之后，评估一个投资策略是否具备长期生存能力的真正标尺就会浮出水面，这就是期望收益 expectancy。 期望收益并不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它是一个纯粹的数学概念，指的是一个策略在进行了大量重复试验后，平均每一次操作预计能够产生多少回报。它是将胜率与盈亏比结合在一起后得出的综合性系统指标。
为了更加直观地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参考一个摸球游戏。想象一下，你面前有一个不透明的布袋，里面装有100个弹球，其中有60个是蓝色的球，代表看错和亏损，有40个是红色的球，代表看对和盈利。如果你随机摸出一个蓝色的球，你需要支付1元钱，而如果你摸出一个红色的球，你将获得10元钱。对于任何一个习惯了常规思维的人来说，这个游戏的胜率只有可怜的40%，在大部分时间里，你都在不断地摸出蓝色球并支付现金。这种连续的失败体验在心理上是非常糟糕的。然而，如果我们计算这个游戏里的期望收益公式是40%的胜率乘以10元的盈利，减去60%的败率乘以1元的亏损，最终得出的结果是正的3.6元。这意味着，虽然你每玩10次就会输掉6次，但只要你坚持把这个游戏重复玩上1000次、10000次，大数定律就会开始发挥作用。这个系统产生的巨大盈利就会覆盖掉过程中的摩擦成本，让你获得可观的财富。在金融市场中，最顶尖的趋势跟踪大师，其历史胜率通常也只有30%到40%。他们在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用频繁的小额止损去试探市场的方向。但是，由于他们做到了让利润奔跑，每一次成功的趋势捕捉都能为他们带来5倍、10倍甚至20倍于初始风险的回报。这种不对称的盈亏分布赋予了他们强大的正向期望收益。在实战中，投资者需要将关注点从单次买入是否能涨，转移到对整个策略系统的期望值测算上。一个合格的投资系统，其各个组成部分应该像一台运转流畅的闭环机器。通过历史大样本数据的回测，你需要清晰地了解这个系统在面对不同市场周期时的平均获利幅度与最大回撤边界。当你确信自己的策略在数学层面上具备长期为正的期望收益时，你对市场短期波动的焦虑感就会自然消失。你不再会因为连续3次的止损而怀疑系统，也不会因为1次侥幸的暴利而过度膨胀，因为你清楚地知道，单次的输赢只是概率分布中的随机噪音，只要严格执行这个系统，时间的推移自然会把期望收益转化为账户资产的稳步增长。在理解了期望收益的原理后，我们需要面临下一个关键的决策调整：在整个交易系统中，究竟哪一个环节对盈利的贡献最大？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将80%以上的精力倾注在入场信号 （entry signals） 的寻找上。他们试图通过精确的图形分析、技术指标交叉或者宏观经济数据预测来找到那个所谓的最佳买点。然而，通过一项极具颠覆性的量化实验，市场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真相：入场时机在长线交易中的重要性被严重高估了。为了验证入场信号对最终收益的真实影响，专业交易员 Tom Bessel 曾与 Van Farb 合作进行了一项完全剥离主观预测的随机入场实验。他们设计了一套特殊的计算机仿真交易系统，该系统在面对美国期货市场上一大篮子流动性极佳的商品和金融期货标的时，完全不参考任何技术指标或基本面数据，而是纯粹依靠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买卖。如果硬币正面朝上，系统就立刻建立多头仓位；如果反面朝上，则建立空头仓位。也就是说，这套系统的入场决策100%是由随机噪音决定的。然而，这套系统并没有走向破产。相反，在对数个长周期历史数据的量化回测中，这套抛硬币入场的系统在绝大多数测试的市场里都实现了长期的稳定盈利。这背后的核心秘密在于，虽然它的入场是完全随机的，但它配备了一套严密的、毫无感情的离场规则。系统设定了严格的跟踪止损机制，即以当前价格回撤3倍的平均真实波幅 ATR 作为强制出场点，同时融入了科学的仓位管理模型。这意味着，
虽然随机入场导致他频繁遭遇小额的止损，但由于离场规则强行截断了所有可能演变为灾难的头寸，同时在硬币碰巧猜对趋势时，允许利润顺着行情无限奔跑，最终这个没有任何预测能力的系统依然拼凑出了一个正向的期望收益。这个实验用具体的实验数据刺破了预测神话，它向我们证明，市场短期的价格起伏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无法掌控的随机噪音，任何试图在入场时达到精准预测的努力都是在徒劳地对抗概率。入场信号本身只是给予了你一张参与这场概率游戏的门票，无论你通过多么精密的模型计算出的买点，在按下交易键的那一刻，未来走向的胜率和败率依然受制于市场的随机波动。真正拉开业余散户与职业选手差距的变量发生在你入场之后。只有当价格开始运行，你如何通过保护性止损锁死最大风险，如何通过移动止盈保护账面浮盈，以及如何通过头寸调整来应对行情的演变，这些发生在离场环节的刚性纪律，才是最终决定你能够带走多少筹码的复利引擎。放弃对精准预测的执念，将精力从寻找最佳买点转向构建机械化的离场规则，是投资者走向成熟的转折点。在明确了数学期望的中心地位之后，接下来的核心任务是为我们的交易行为建立一套标准化的度量衡。大多数投资者在记录账目时，习惯使用绝对的货币金额或单纯的百分比来衡量盈亏。比如，一笔交易赚取了5万元，或者另一笔交易亏损了 10%。这种记账方式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它无法真实反映这一笔交易所承担的初始风险水平，同时也极易引发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导致在资金额度变大时产生决策变形。为了消除这种由于标的价格和本金差异带来的认知偏差，我们必须引入一个统一的定量工具，这就是 R 乘数 R multiples。 这里的字母 R 代表的是你在买入任何一项资产时预先设定的最大亏损金额，也就是你的初始风险 Initial Risk。 通过将所有的交易损益全部转化为2的倍数，市场的复杂杂音就会被过滤成一组纯粹的比例数字。我们可以用一个具体的股票交易案例来展示这套度量衡的运作方式。假设你准备以每股100元的价格买入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的股票，在按下单键之前，通过对技术图表支撑位或基本面波动率的综合评估，你将强制出场点设定在每股90元。这就意味着你的每股初始风险是10元。如果你购买了100股，那么在这笔交易中，你的总初始风险就是1000元。这1000元就是属于你的标准化单位，即1R。当市场开始运行，如果该公司的股价随后一路上涨，最终在每股130元的位置触发了你的平仓信号，你在这笔交易中每股净赚30元，总计获利3000元。在传统的记账本上，这只是一次赚了3000元的普通买卖，但在 R 乘数的系统里，由于你用1000元的风险换取了3000元的利润，这被记录为一次漂亮的3R 正收益。相反，如果另一个投资者同样赚取了3000元，但他是在每股100元买入，将止损设在每股50元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意味着他是冒着5000元的初始风险去博取3000元的利润，其 R 乘数仅为正 0.62。 通过这种对比，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虽然两个账户在账面上都增加了3000元，但前者的决策效率和风险收益比远优于后者。将所有资产转化为2乘数的更大意义，在于它能让投资者在心理上实现对资金波动的脱敏。无论你是在期货市场交易高波动的原油，还是在股票市场持有稳健的蓝筹股，在你的管理日志里，所有的买入动作都变成了对1R风险的投放。你的每一次盈利都变成了对2R、3R 甚至5R回报的回收。绝对金额带来的贪婪与恐惧被过滤，
取而代之的是客观的数字比例。这种统一的标尺是把主观直觉交易改造成工程化概率管理的基础。在建立起2乘数的风险标尺后，我们必须确保这个1-2的底线在任何极端市场情况下都不会被突破。这就需要依赖投资系统中的第一道防线，也就是止损离场 （Stop Loss Axis）。在实际操作中，许多投资者虽然在买入前设定了止损位，但当价格真正跌到那一根红线时，大脑由于拒绝面对本金的损失，往往会寻找各种借口来推迟执行，最终将一次普通的1-2小亏死扛成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回撤。设计一个合格的止损离场规则，核心在于将止损视为检验你买入假设是否失效的客观条件，而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心理安慰。在系统构建中，止损位置的设定必须发生在资金入场之前，并且必须根据资产的实际波动特征进行科学计算。我们可以参考成长股投资专家 William O'Neill 确立的刚性风控原则。他通过对美国股票市场长达数十年的历史牛股和熊股的形态回测，发现无论一家公司的基本面看起来多么漂亮，一旦其股价从买入点下跌了 7% 到 8%， 这就说明市场的短期供求关系或者你的入场时机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此时最安全的做法是立刻无条件斩仓离场。我们可以将这套原则放入2乘数的框架中进行量化整合。假设一个投资者管理着一个总资产为100万元的投资组合，他确立了一条刚性纪律：单笔交易的最大风险敞口绝不能超过总本金的 1%。 这就意味着他的单笔交易1-2绝对金额被锁死在1万元。如果他准备买入一只波动剧烈的小盘股，当前价格是每股50元，根据该股过去20天的平均真实波幅，合理的止损空间需要留出5元，即退守到每股45元。此时，为了确保在最坏的情况下该股跌破45元时，总亏损被精确控制在1万元的1-2范围内，他的头寸购买量就被自动限定为2000股。如果他买入的是另一只波动极小的大盘蓝筹股，止损空间只需要留出1元，那么在相同的1-2风险约束下，他就可以购买1万股。这种基于1-2风险反推迟仓数量的操作，就是止损离场的精髓所在。它向我们证明，止损并不是在出现亏损后的被动割肉，而是在交易发生前就已经计算完毕的物理安全阀。无论市场发生何种突发的黑天鹅事件，也无论个股如何暴跌，由于你在入场前就用止损位锁死了持仓上限，你的单笔损失永远会被牢牢固定在1-2的边界之内。这种对亏损幅度的绝对控制，能够确保你的账户在连续遭遇坏运气时，依然拥有充足的弹药留在牌桌上。在金融市场中，学会体面且机械地接受1-2的失败，是每一个专业交易员走向长期生存的真正起点。如果说止损离场的作用是负责在你看错时截断亏损，那么整个系统能否最终创造丰厚利润的决定性因素，则取决于第2种出场规则，也就是盈利离场 Take Profit Exit。 普通投资者最常见的另一个操作习惯，是很容易在股票稍微上涨，账面产生微薄浮盈时，就因为害怕利润回吐而匆忙卖出。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过度落袋为安倾向，它会导致你的投资组合中充斥着大量 0.522 或 0.82 的微小利润，而根本无法覆盖那些必然发生的1-2标准亏损，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期望收益沦为负值。要构建一个具备正向期望收益的系统，必须在盈利离场端引入让利润奔跑的机械纪律。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放弃主观设定一个固定盈利目标的做法，不要去盲目预测股价能涨到什么虚无的位置。我们需要做的是，让离场信号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动态上移，直到市场的上升趋势发生客观的逆转。我们可以观察著名趋势交易大师 Richard Dennis 带领的海归交易员，
Turtles 所执行的经典通道突破离场法则。在这套完全标准化的系统里，入场是基于价格突破过去20天的最高点，而盈利离场则完全不依赖任何主观预测。系统规定，只有当持有的资产价格跌破了过去10天的最低点时，才触发强制平仓信号。在实际运行中，这种离场机制的逻辑特征非常明显。当市场处于无序的震荡行情时，由于价格频繁跌破10日低点，系统会频繁触发小额的盈利离场或者微幅的止损，账户会经历一段沉闷的摩擦期。然而，一旦市场由于基本面或宏观周期的驱动，爆发了一轮持续数月的大级别单边牛市，这套离场规则的威力就会完全显现。由于价格在上涨过程中始终能够维持在10日低点之上，系统会强制投资者死死抱牢头寸，不被任何中途的剧烈洗盘所吓退。在这轮长达半年的趋势运行中，这笔交易的账面浮盈会从1-2稳步扩张到5-2、10-2，甚至在极端行情下演变成20-2级别的大额利润。在大数定律的支撑下，正是这1-2次少数的大倍数而乘数收益，不仅轻松抹平了之前在震荡市里累积的所有1-2小额亏损，还显著抬高了整个交易系统的盈利斜率。盈利离场规则的设计，本质上是一场对抗人类落袋为安本能的心理战争。它要求我们在面对浮盈的阶段性回撤时，保持冷静的克制，容忍账面数字的短期缩水，以此来换取捕捉长线大趋势的概率优势。你必须明白，入场信号只是向你开启了一扇可能性的大门，而最终你能从这个市场上带走多少真金白银，完全取决于你的盈利离场纪律是否足够坚固。通过机械化的趋势追踪出场法则，投资者才能真正把期望收益的数学公式转化为账户资产不断复利增长的现实。在建立起正向的数学期望和机械化的离场规则之后，交易系统已经具备了获利的基础。然而，这只是完成了系统搭建的前半部分。此时，我们需要面对一个被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长期忽视，却能直接决定账户最终生死和财富量级的核心变量。为了揭示这个变量，量化分析专家 Ralph Wins 曾经做过一项非常著名的测试。他邀请了40位拥有博士学位的高学历人士参与一场计算机模拟交易游戏。游戏的设定非常简单，胜率被固定在 60%， 且盈亏比是1比1。每一位参与者都会获得$1000的初始资金，并被要求进行100次交易。从概率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拥有明显正向期望收益的游戏。只要玩家每次投入固定的少量金额，100次之后必然是盈利的。但是，测试的结果令人十分震惊。在100轮交易结束后，40位聪明的参与者中，有38位输光了所有的本金，以破产告终。导致他们亏损的原因，并非选错了方向，因为系统的胜率已经预设为有利于玩家。真正让他们破产的是他们在每一笔交易中所下注的金额比例。这些参与者在遭遇连续几次亏损后，由于急于回本，采用了类似赌场中的赌徒谬误心理，不断加大下注的筹码，而在连续盈利时，又因为害怕失去利润而缩减下注金额。这种随意的资金分配方式，在哪怕只是几次正常的连续亏损出现时，就迅速吞噬了他们的全部本金。这项测试引出了一个在投资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量化概念——头寸规模 （position sizing）。他回答的不是何时买或买什么，而是在这一笔特定的交易中，我到底该投入多少资金。即使你拥有一个期望收益极高的交易策略，如果你的头寸规模过大，市场正常的波动和连亏期就能轻易将你洗牌出局。如果你的头寸规模过小，即使抓住了大级别的趋势，账户的资金也难以实现有意义的增长。
头寸规模是整个交易系统的加速引擎，它通过一套严密的算法，将你前期的分析和离场规则转化为账户权益的复利曲线。在这个模型里，决定财富增幅的不再是对单一股票走势的预判，而是如何在不同的概率环境下科学地分配你手中的风险筹码。理解了头寸规模的重要性后，我们必须将其与风险标尺 ER 结合起来，设定一道不可逾越的防守边界。在制定具体的资金分配比例时，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资本回撤的数学现实。在金融投资中，亏损和盈利的计算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如果一个账户的本金亏损了 10%， 需要实现 11% 的收益才能回本；如果亏损了 25%， 就需要实现 33% 的收益。而一旦你的账户遭遇了 50% 的回撤，要回到初始状态，接下来的收益率必须达到 100%。 这种指数级增长的回本压力表明，在任何情况下，将单笔交易的风险敞口暴露过大，都是在拿整个账户的生存权做赌注。因此，专业的资金管理模型通常会设定一条红线，单笔交易的1/2绝不能超过账户总权益的 1% 或 2%。 我们可以推演一下这套规则在实战中的运行轨迹。假设你的总资金为50万元，你将单笔最大风险严格限制在 1%， 也就是5000元。即使你采用的交易系统进入了胜率极低的低谷期，遭遇了连续10次的止损出局，你的账户总回撤也仅仅在 10% 左右。这样的回撤幅度完全在可控范围之内，只需要未来抓住1-2次32到52的趋势行情，就能轻松弥补损失并创出新高。相反，如果一个投资者没有头寸规模的概念，或者将单笔风险设定为 10%， 那么同样是经历10次连续的止损，他的账户资金将缩水超过一半，不仅在数学上陷入了难以翻身的困境，其心理防线也会随之崩溃。市场中时常会发生由于宏观政策变动、企业突发财务丑闻等因素导致的价格断崖式下跌，也就是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价格可能直接越过你预设的止损位，并在更低的位置成交。如果你的原始头寸规模已经占据了账户的很大比例，这种滑点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只有始终将单笔风险锁定在 1% 到 2% 的微小区间内，你才能将那些足以摧毁普通散户的系统性风险降级为账户里一次普通的日常波动。这套防守边界确立了投资者的生存底线，保证了系统能够长久运转。当我们用期望收益、机械化离场和头寸规模构建起一台完整的交易机器后，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检验这台机器的驾驶员是否合格。现实中经常发生一种现象，两位投资者使用完全相同的量化策略和交易软件，面对同样的历史行情，一个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而另一个人却亏损累累。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系统的自我契合 personal fit。 任何脱离了个人心理特征的交易系统都是一直空文。人类拥有各自不同的核心信念、风险偏好以及性格弱点。如果一套交易系统的运行逻辑违背了投资者的心理舒适区，那么在面对真实的账户盈亏时，大脑就会本能地进行抗拒，从而引发一系列的自我破坏 self-sabotage 行为。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趋势跟踪策略在历史回测中通常拥有很高的正向期望收益，但它的胜率往往只有 30% 左右。这意味着系统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止损试错，并且要求在趋势反转时回吐很大一部分账面浮盈作为确认信号。如果一个投资者的性格属于高正确率偏好的投资者，对正确率有着强烈的心理需求，或者他对账面利润的回撤感到无法忍受，那么他根本无法执行这套系统。在连续经历3次正常的小额止损后，他就会因为挫败感而擅自修改规则，或者在趋势刚刚启动时
为了保住微小的利润而提前平仓，错失随后的巨大涨幅。这就是典型的自我破坏，用主观的情绪干预了客观的概率。因此，寻找适合自己的交易系统，首先需要进行深度的个人清点。你需要诚实地评估自己，每天能分配多少时间用于复盘？你能承受多大比例的资金回撤而不影响睡眠？你更倾向于高频的短线博弈，还是忍耐长期的价值坚守？一个真正有效的投资框架，必须像量身定制的西装一样，与你的心理维度严密贴合。当你不再盲目模仿市场上所谓的长胜方法，而是根据自身的性格特点去设定合理的期望值模型和头寸规模时，执行纪律就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系统与心智的契合，消除了执行过程中的认知失调，让投资者能够在面对市场的起伏时保持机器般的冷静与一致性。这不仅是交易系统的闭环，更是通向长期财富稳定增长的必经之路。通向财务自由之路是一本将金融交易从主观的运气博弈改造为客观概率系统的实战指南。它打破了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预测幻觉和胜率迷信，向我们揭示了财富长期积累的客观本质。在这场充满随机性的概率游戏中，盲目寻找最佳入场信号很难带来长期优势。通过引入统一的2乘数来衡量风险，用刚性的止损和趋势追踪的盈利离场规则来构建具有正向期望收益的交易系统，最后辅以科学的头寸规模管理来控制资金回撤并放大复利，我们才能在不确定的市场中建立起确定性的增长引擎。同时，它也提醒我们，任何策略都必须与个人的心理特质相契合，向内控制好自我的情绪偏见，才能向外掌控好财富的雪球。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获得最稳健的回报。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见。